虽然网络上人人都把这本书吹到爆炸，甚至连防弹少年团的团长都说这本书是他的私藏，可是我真心觉得这一本书的存在就是在侮辱作家这个职业。嗨，我是内功喵，如果你还没按下订阅的话，快点按下订阅哦。Hello guys， 我是 Neko 喵，欢迎回来每个星期二晚上8点的说书时间。几年前我在网络上陆续分享一些关于忧郁症的书，甚至有在 IG 上也分享了不少类似的贴文。最近的一本专门讨论忧郁症的书，应该是《照亮忧郁黑洞的一束光》。那本书甚至被我列为2019年必读推荐。事隔1年的今天，我对于忧郁症也了解的多一些了。首先，忧郁症也是有分轻重缓急的，比较常讨论到的是重度忧郁症，又称重忧症，另外也有产后忧郁症以及冬季忧郁症，但是最普遍见到的也是至今盛行的文明病轻郁症。什么是轻郁症呢？简单来说，就是整天心情低落，打不起劲，常常有生活没意义、无助感、易怒，是比较不严重的忧郁症。跟成长创伤经验、人格特质和生活压力事件关系相当密集，也容易合并引发社交恐惧症、适应障碍、创伤后压力反应等等的问题一起出现。想知道更多相关的细节，我把引用资料都放在影片下方关于了，需要的孩子们可以自行取用哦。那么今天被众多小猫们敲碗想听我介绍的，虽然想死，但是还是想吃辣炒年糕，就是罹患轻郁症的作者所写下的一本口供。对，你没有听错，作者他直接在治疗的时候一字不漏地录下他与医生的对话，并且在轮到自己的时候加上一些心中的 OS。 重点是他的医生还不知道他要出书，在最后的感言中写下：我有一种全身被扒光站在阳光底下的感觉。先姑且不论内容如何，这种写作方式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维耶。我自己很讨厌这种对话体，通常这种写作方式很常出现在剧本或言情轻小说上，利用对话方式试着让读者更不需要思考的立场听书。可是整本书都用这种方式写，反而有浓浓的排他感。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预设立场是自己在跟读者对话，就算是小说也会描绘一个场景或是描述一下角色，让读者有一点画面可以带入。因此大部分的时间我在阅读的时候都可以很享受其他作者跟我之间的互动。但是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给我的感受是作者自顾自的在跟医生对话，其实没有很在意读者的感受是如何。再加上对话体的特色，就是上下文不见得马上就有关系，很可能现在看到的重点必须要跟前几句的句子连接才可能成立，间接导致这本书在看的时候非常破碎和疲倦，真的是磨光我所有的耐性。我扪心自问，也算是很爱看书的人了。可是我拿起这本书看，真的是得先大大叹3口气。作者不是没有写作能力，书籍最后的附录其实写得还不错，回归一般正常的文章完全没毛病。可这中间的阅读感受真的是烂到令人发指啊！不骗你，我没夸张，我真的一度脱口而出，干我屁事！书的封面写着，没有阴影的人本来就无法理解阳光。看完这本书，我已经无法求出自己的阴影面积了，可是我还是无法理解阳光啊，可能阳光都被黑夜吸光了吧。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像白天不懂夜的黑。另外，我很不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刚好跟我朋友喜欢这本书的原因一样。作者经历了12周，提出了12个问题，可是这些问题没办法代表轻郁症全部的问题。即便身为读者的我们，可能有类似的状况，但是环境不同，国情不同，身边的人不同，医生判断的是他的情况，对我们来说完全没办法照抄，顶多就是
一些大方向可以参考参考，里面没有进一步引导读者思考的养分了。请问我花一样的时间，为什么要看一本只有寥寥数据金句的书呢？也许它能短时间带你跳脱一下忧郁的负面思考，但是它没办法告诉你要如何避免再继续回到这个回圈里，就是治标不治本。扣除掉这一些，到底这本口供能不能看呢？可能要先问问自己，看这本书的动机在哪里。假设是因为真的有点轻郁症，想了解相关的资讯，绝对有比它更好的选择。里面讲的一些东西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资讯，像是爱跟人比较的心态啊，对自己缺乏自信啊等等的。教育和社会期待让我们无时无刻有着各种烦恼，烦恼钱不够，烦恼嫁不好，但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如果你今天的成功定义取决于别人之手，那你的一生会过得很痛苦，也很无奈。这世界可以比的就更多了，比房、比车、比收入、比分数、比另外一半的优劣程度，比天比地，比到一个没天没地，永远都在羡慕嫉妒恨，课业追不上同学，在班上又找不到朋友，因此断定自己没有未来，前途一片渺茫，故得出了我想死的。多时候把重点放在忧郁上，不过寂寞其实比忧郁更可怕，因为压力无法量化。可是当人感受到压力的时候，心跳会加速，唾液中会充满一种叫做皮质醇的荷尔蒙。当寂寞感产生，皮质醇的浓度也会随之增高。研究指出，严重的寂寞感造成的压力，就跟受到肢体攻击时一样严重。更恐怖的是，他们发现，如果是忧郁造成的寂寞，更寂寞的时候却不会反过来更忧郁；但如果反过来是寂寞造成的忧郁，会因为状况加剧变得更加严重。这其实跟人天生是群居生物的特性有关。我们迫切希望跟人产生连结，不然为什么我们会有社群网站、手机、网络、电玩等等造成的成瘾，都是科技消除寂寞的方式。我之前讲过太多自我成长的书，随便一本都比它详细的多。毕竟只是病人跟医生的对话，能详细到哪里去？如果是冲着 BTS 防弹少年团看的，好看，超好看！团长推荐的，可以说不好看吗？一堆少女疯狂迷恋他们，应该很厉害吧？应该吧。作者自己写了，这本书没有提供任何的问题跟解答，而是以期许收场，希望自己可以爱人，也可以被爱，想找到不再让自己受伤的方法，想过着喜欢多过于讨厌的人生。我想谁不是这样？只是浪费时间在一本没有解答的书，没办法帮到你达到这个目标。可是如果想要找一个舒适圈，找到一个认同感，那你能在这本书里找到一个同伴，一个一模一样很破碎的心，只是这颗心善用了资源，靠着版权大赚了一笔啊！不晓得他有没有把版税分给那个医生呢？等等，这本书被你讲成这样，那难道其他人都业配文？其实这本书还是有好东西的，就是要挑、要剪、要分析。像是书中的这一段，现在的你仿佛把灰色定调成只有一种灰色，但其实灰色可以细分成很多种灰，光谱也可能是立体的，你却将它视为是一条直线而已。真是惭愧，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人是立体的，却总是把人看成平面，才会光看某个人的特质就认定他一定是这种人，然后断定对方、评价对方，最后离开对方。举例来说，即使你很喜欢某位作家写的文章，但只要见到他本人以后令你失望的话，你应该也会从此不喜欢这个人。对，就是这样。可是明明那不能代表那个人的全部。好啦，可以了，谢谢。其实这个故事前面还有一段设定，后面还有一大段对话，但是整篇文章，如果能称之为这个是文章的话，重点就是刚刚的那段对话。不过单就这一段对话来说，也只能知道自己的问题点。对于怎么克服和逃脱问题的状况，医生建议真实做自己，不要在乎别人的目光。说真的，如果忧郁症的人可以这么轻松的做到，那么这个医生……什么啊？作者流下感动的眼泪，谢谢医生了。啊，不行了，用小说的立场看这本书太超现实，用成长角度的立场来看又太浪费时间。
虽然想死，但是还是想吃辣炒年糕。真的是一本电波要对上才会好看的书，谨慎翻阅，节约用电。Neko 喵关心你。最后，青菜萝卜各有所好，请大家理性留言讨论。喜欢就点个订阅，按个赞，心有余力欢迎使用加入按钮，继续支持我在这里分享。我今天到底都分享个什么鬼东西啊？总之，我们下一本书再见吧，大家拜拜。推荐我看这本书的小猫们根本不怀好意吧，而且我怀疑借我书的小猫第2集是不是压根没看，跟新的一样啊。Oh my god。